未来世界，动物园里关的将不再是动物，而是由人类扮演的假动物。在这里，不仅管吃管住强过牢狱犯，还有各种身娇软萌易推倒的妹子供你选妃，就连凡凡来了都得直呼内行。这天，大雄在仓库里发现了一本童话书，讲的是一群不会窝里反的动物朋友远足的故事。他也渴望少一些铁拳的朋友，至少让自己活着走完童年。小多拉手中还真就有一款可以让人类变成动物尽情嗨的22世纪入场券。听闻此话，大雄秒变情圣，二话不说就要男女搭配。没想到隔墙有耳，虎父二人强行拆掉情侣档，要3男加1女。好家伙，我只想说这招够损。在前往的路上，胖虎表示要变野兽之王狮子，小夫则要变颜值天鹅。可惜他们要失望了，因为大概率会变成与自己形象相近的动物。几人来到了一处秘密森林，眼前只有一棵直通云霄的万年古树。只见古树睁开双眼，接着张开巨型大口，竟大白天要吃下4人加1猫。要不是小多拉手快，及时交出了入场券，估计几人此时已经成了古树的下午茶了。而后众人通过长长的回廊，终于来到了动物的世界。虎父二人虽然对自己的形象有所不满，但至少比熊猫2人强太多了。看着水中不成人样的自己，小多拉干脆把心一横，直接卖起了萌。虽然个人形象让小多拉想口吐芬芳，但他还是让众人注意安全。之后5人便踏上了不当人的旅途。然而前方的悬崖却阻挡了几人前往秘密森林。恐高的大雄更是惊得说都不会话了。就在胖虎被气到要变一拳超人时，天空却突然降起了3秒暴雨，乌云散去，赫然出现了一道彩虹桥，而这正是通往秘密森林的必经之路。几人撒欢打野彩虹蹦迪，接着顺着彩虹滑梯一路向下，终于来到了全是人但又没有人的秘密森林。狐狸出身的小夫顿时变身捕鱼高手，不仅靠一双手成功拿下了妹子，还被授予了野外贝尔的称号。不像某头喵全副武装却颗粒无收。之后几人来到了城堡面前，据说里面住满了所有童话故事中的公主。胖虎建议再现经典故事龟兔赛跑，可惜这次的乌龟没有再创奇迹，因为兔子还没骄傲到休息，乌龟就先蜷缩了身体成了王八，气得静香恨不得直接把它干成一锅甲鱼汤。之后他们遇到了蛊惑人心的美人鱼，迷得虎父二人小腿抽筋，再也走不动一步。大雄更是丝滑的躺下就要原地摆脸，要不是原配还在这里，估计之后也就没有原配什么事了。几人使出18般武器，终于逃出，却不见胖虎身影。原来身手敏捷的胖虎早已当起了干饭人。小多拉本想让他赏几口饭，可惜胖虎只想当个安静的毒食者，一招天外来果，差点把几人砸成肉酱。要不是几位安保小哥亮出尚方宝剑，胖虎绝对要把几人送入地狱。为了填饱肚子，胖虎小多拉来到了饭团店，可惜取饭团是要技术的，眼看2人笨得像个傻子，大老鼠主动送来了美食，结果小多拉原地升天，大雄则来到了年糕店，品尝了月兔主动上供的美食，小福跟静香则来到了甜点屋，二话不说就啃起了房子。可这点口粮还不够几人塞牙缝的，迫于虎哥的拳头，小多拉只好借来了北风桌布。要问为什么不用美式桌布，估计又在日常维修。终于在樱花飘舞的树下吃完午餐后，众人来到了一处日夜分明的交界处，而这里有着著名的空中乐园，只需取出一颗种子，将它种在土里，种子就会像打了羊胎，素皮都长开了。带着几人直接来到了云层之上，而这里最为壮观的，便是模拟出了浩瀚银河中的神秘感。众人在银河中畅游，结束了这奇幻的一天。虽然时间很短，却让几人在这一天成为了真正的朋友。然而就在几人走后，大雄又开始作妖了。他认为今天的旅途没有魔女出现完全不刺激，于是老妈当场悍跳，表示童话故事不能满足你的老娘可以满足。